台湾空军为了应对军事威胁，已经在2023年完成了对现役的140架16V Block 20战机的全部升级。然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不是16VB20，而是关于 Block 70的话题。理论上说，这种4、5代战机已经比台湾现有的任何战斗机都更先进，在驾驶技术方面必然需要特定水平，甚至可能会有新的驾驶规定。此前，台湾计划向美国采购66架更新型的 F-16V Block 70战机，用于驻守于台东志航基地，以加强东台湾的空防。根据台湾的预算书揭示，空军计划派遣65人前往美国接受战术专业训练，总人数比前3年共派出的50人增加了，为迎接新战力做好了准备。为了增强台湾空军的战斗力，台湾除了投入1402亿余元执行凤展计划，将141架16AB Block 20战机升级为16V1，还获得了美国2019年同意向台湾出售66架更先进的 F-16V Block 70战机。台湾以凤翔专案为代号执行此计划，并通过总额2472亿余元的特别预算案，计划在2026年之前全部获得。不过，原定于2023年获得单座机和双座机的交接进度略有延迟，首架机预定在第3季度交付，但按照规划，到2026年之前将全部完成交接，以适应新的战略空军。已于今年底完成了组织调整。原驻守于台东志航基地的第7飞行训练联队已经改组为战术战斗机联队，预计将下辖3个作战队，由上校担任作战队长。原本的飞行训练业务则全部移交给飞行训练指挥部。这个新成立的单位原为空军官校飞行指挥部，现已独立升格为指挥官，维持少将阶级，包括永营高教机、AT-3高教机、GT-34初教机等各种训练与后勤工作皆由此单位负责。现在，我想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战机数量的急剧增加和飞行员紧迫训练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台湾目前正在做的事情是对未来有着明确的认知，尤其是对于台湾的未来视野。因为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场上，台湾已经观察到，虽然被称为世界第2大国的俄罗斯在空中作战中的能力相当薄弱，这导致地面部队无法有效地收复领土。今天我借着 F-16V 扩编事件，想要向大家讲解空中战斗的重要性，因为它是地面部队最重要的防御和力量支援。由于本期视频较长，请大家耐心观看。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正题。我相信台湾的高层们都明白，如果没有制空权，一场恶战注定会以失败告终。日本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即使美国的飞机都飞到了自家门口，日本的军机依然没有发现。有句话说得好，拥有制空权就像掌握胜利的钥匙。这是意大利将军朱利奥·杜黑在制空权方面一再强调的核心观点，也是现代空军的核心理念。拥有制空权意味着拥有一支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展开各种攻击行动的巨大空中力量。这支空中火力部队不仅可以与地面部队协同作战，牢牢掌握战场的主动权，还能随时进行精确打击。然而，在乌克兰战争近2年的过程中，我们频繁目睹俄罗斯空军在战场上的缺席，导致地面进展缓慢，战局陷入僵局。空军的缺失无疑是一个难题，而俄罗斯空军陷入困境的原因，除了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挫败外，还涉及更为深刻的问题。2015年11月，俄罗斯空天军创下了单日出动134架次的纪录，其出动强度大约相当于当年越战后卫战役首日美国空军的出动强度。这种空袭强度，即便对于强调战术空袭作用的美国空军，也需要经过精心计划方能在短时间内达到。因此，可以明显看出，俄罗斯空天军仍然延续了苏联前线空军短促高强度前线突击的思想，通过在短时间内对局部地区实施强大的空中火力。俄罗斯空天军旨在摧毁敌方关键地域目标，或者掩护己方地面部队实现在敌方要地驻守区域创造突破口的目标。这正是苏联前线航空兵的本职工作。而在叙利亚战场上，面对的主要近程防空火力是23炮和 Main Path， 中程防空火力最多为山毛榉。俄罗斯空天军的攻击机能够大胆行动，充分发挥对地攻击的优势。在叙利亚战争中，空天军的 Su-25最常使用的并非精确制导弹药，而是传统的火箭弹巢加机炮组合，延续了当年伊尔2攻击机的死亡车轮战术。
他们通过4级或8级编队连续俯冲攻击一条线或一个区域，并在改变攻击航线后拉升继续盘旋监视和攻击目标。通过这种长时间高强度的巡航攻击，没有受到威胁的空天军攻击机通常能够在一个目标上取得毫不留情的夸张效果。除了苏联传统的前线航空兵火力突击，俄罗斯空天军在叙利亚战场上的战术先进水平也不可忽视。他们向海军陆战队或叙利亚军队中派遣空军火力控制小组，或通过与经过培训的 SSO 特种部队通联的方式，获得了之前在任何一场战争中都未曾达到的空中密切支援精度。这正是他们与美国同行之间的差距所在。一般来说，具备火力控制小组的战斗中，空天军通常会挂载精确制导弹药，这种搭配在一些需要精准打击的战斗中，例如解放巴尔米拉古城和大马士革争夺战等，能够事半功倍。举例来说，俄军在叙利亚实施精确空袭，时常使用 Su-34或 Su-24挂载 Cap-500L 激光制导炸弹，通过引导和控制对目标进行空袭。这基本上意味着一发炸弹就能解决一栋楼或者弹药库等目标，大大减少了附带损伤和巷战中攻坚问题的困扰。当然，精确制导武器的代价较高，为了节约经费，俄军还采用了一种基于格洛纳斯卫星的机载瞄准系统，被称为 SVP-24。这种系统的最大优势在于允许俄军使用最常见的250、500等非制导炸弹，也能够达到接近精确制导炸弹的精度。搭载此系统的 Su-24在6000米高度投掷非制导炸弹时，误差平均保持在4米以内。对于500公斤级航空弹药，如 Fan-500来说，这是相当精准的水平。除非是专门用于抵御空袭的地下混凝土堡垒，否则这个距离足以摧毁大多数目标。在多种综合因素的作用下，截至2017年底，俄罗斯空天军在叙利亚总共完成了2万次战斗飞行，从根本上扭转了叙利亚政府在战场上的颓势。这也是俄罗斯空天军在进入乌克兰之前最后的辉煌时刻。叙利亚战场的战绩无疑是光荣和辉煌的。然而，在这层胜利的光环之下，俄罗斯空天军仍然面临几个问题。由于长期的对外派遣，俄罗斯军费的消耗过大，不论是精确制导还是非精确制导的弹药，都需要制造并运送到叙利亚，这导致了俄罗斯本土的弹药库存短缺，特别是精确制导弹药。或许有人会疑惑，不是说 SVP-24火攻系统可以提高非制导炸弹的精度吗？那么为什么还会存在弹药库存短缺的问题呢？这涉及到2个方面的考量。首先，俄罗斯空天军的资金状况仍然有限，尽管 SVP-24系统先进，但并不能为每一架对地攻击战机都实现全套的升级。完整的 SVP-24系统应该包含全面整合的航电和雷达系统、飞行和导航计算机以及数字化升级包。然而，由于经费有限，大部分升级的 SVP-24基本上只包括轰炸火控模块，而不包含完整的探测到导航的模块。这在叙利亚战场上暂时没有致命问题，因为地空对抗强度较低，即使装备了飞行员也未能充分利用。但在乌克兰战场，俄罗斯空天军将自己咽下了经济拮据的苦果。随着乌俄战争的爆发，俄罗斯空天军的短板迅速显露无遗。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在叙利亚战争中没有建树的空天军战斗机部队。众所周知，战争爆发当天，也就是2022年2月20日，霍斯托梅尔机场成为俄军伞兵部队及 VDV 最主要的攻击目标。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心开花战术，旨在通过对敌首都附近机场的空中突击占领机场，并通过投放重型部队完成迅速占领敌首都的任务。俄军使用40架 Q-52掩护40台米8，一次性投放了600名 VDV 到机场。VDV 们在着陆时依然完美无瑕，因为靠52成功肃清了机场的防御。然而，接下来的进展却完美地展示了俄罗斯空天军的困境。在白俄罗斯集结待命的后续空中突击力量迟迟未能进入乌克兰空域，因为空天军根本没有面对现代技术条件下对等战斗力部队进行最简单的压制敌防空任务的能力。因为在叙利亚的经验和他们的上级都告诉他们，敌人根本没有任何防空能力。然而，即使将空天军的 C 飞行员全部替换成美军同行，问题也不会有丝毫改善。俄军飞机的 C 技术水平基本上仍然停留在苏联解体后的水平。这种技术水平在面对苏联自己的野战要地防空火力时
胜负也只是5-5开的水平。一旦乌军做出反应，防空系统哪怕发挥50%水平，乘坐伊尔76的后续 VDV 支援部队，包括所有的重型装备，都将变成空中无降落伞蹦极大会。这种损失是相当惨重的，也是俄罗斯无法承受的。因此，在一开始，俄罗斯指挥部就做了双重准备，即后续运输机的空投着陆投送兵力是一个方案，而地面部队通过白俄罗斯以最快的速度冲击机场，则是另一个方案。然而，由老弱病残和新兵蛋子组成的俄军欧集群，在乌克兰特战司令部的行动人员带领一群步兵前往基辅的途中，却被揍得满地找牙。这是俄罗斯指挥部没有预料到的故事。当机降单位圆满完成首波兵力投送任务，准备返航之际，俄军战斗机部队的战斗力短板愈发凸显。对于了解飞行射击游戏的观众而言，他们深知直升机在战场上所面临的中短程野战防空威胁尤为严重。这种对决犹如西部牛仔间的决斗，技术层面的较量至关重要，而非单纯依赖武器的先进性。即便是威名赫赫的长弓阿帕奇，在遭遇 CSU-232炮位的猛烈攻击时，也可能瞬间化为灰烬。俄罗斯的直升机飞行员们技术精湛，足以在乌军的防空网络中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确保霍斯托梅尔机场的空中补给线畅通无阻，继续向战场深处输送援军。然而，他们还需肩负起撤离伤员和遗体的重任，与重型武器一同撤离，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然而，乌军战斗机部队的及时介入，彻底切断了这条至关重要的空中生命线。地面防空单位虽然存在盲区，但空中飞行的战斗机，特别是配备先进雷达的4代战斗机，能够轻松捕捉到直升机的踪迹。白俄罗斯至基辅的直升机通道狭窄且短促，这无疑加剧了这一困境。乌军即便是使用苏联原版的米格29战斗机，也能凭借雷达和作战半径优势，轻松封锁这条空中走廊。只需一发半主动雷达制导导弹，便能将勇敢的直升机飞行员及其战机化为璀璨烟火。面对这种无法反制的对抗，任何直升机部队指挥官都不会让部下执行这种近乎自杀的任务。因此 ，VDV 在霍斯托梅尔机场的最后一条生命线也被无情切断。尽管此时他们仍具备固守机场的实力，因为从白俄罗斯到基辅的距离并不遥远，只要空天军能够突破乌军防空网，带有火力控制小组的 VDV 便能通过强大的空中火力支援，为进攻机场的乌军制造巨大的威胁。然而，空天军的战斗力和飞行员素质必须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才能在空中与乌军同行展开激烈对抗。然而，事实却残酷地证明了一切。进攻霍斯托梅尔机场的 VDV 在乌军猛烈的炮火和装甲部队冲击下，战至最后仅剩下10几人。据被俘的俄军 VDV 供述，参战的第31空中突击旅某连队在经过3天血战后，整个连队仅余他1人幸存。这意味着600名俄罗斯精锐士兵以及那些拼死运送至机场的装备和先进战车，最终都因空天军的无力而白白牺牲。霍斯托梅尔机场的战火仅仅是噩梦的序幕。俄空天军曾经信誓旦旦的1小时22分钟攻占乌克兰的豪言，如今已化为泡影。回首人类战争史上那场赫赫有名的空袭行动——沙漠风暴，我们深知成功的空袭绝非仅凭大人打小孩的自信，而是需要精心的策划与准备。任何残存的防空导弹阵地，甚至是最原始的光学瞄具高炮，在战场上都可能成为对地攻击部队的致命威胁。宣战前10几分钟，空军已经完成了探测、引导、分配等 C 任务的关键工作。那些针对敌方关键防空节点的弹药早已蓄势待发，一旦宣战号令响起，敌人的重要防空节点，如雷达站、防空指挥中心、远程地空导弹阵地、机场跑道等，都将在一瞬间化为火海。此刻，敌人的防空体系将陷入瘫痪，无法组织其有效的防御，只能各自为战。随后，对地攻击机群和防区外打击弹药将如狂风骤雨般席卷每一个敌人的重要军事目标。这便是现代空军的突袭威力，也是战争中的一门艺术。本期内容至此告一段落。对于制空权与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各位观众有何看法呢？我们非常期待听到您的声音，请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对法国的幻象系列战机应该都不陌生，尤其是幻象2000在台湾服役多年。然而，其实幻象2000还有一款增强版，被达索公司称之为不亚于 F-15的重型战斗机。但是这款战机最终被法国空军嫌弃，未能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个强大的战机落得如此下场？它与幻象2000相比，究竟有何不同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1959年，法国传奇人物戴高乐当选法国总统后，法国开始奉行独立自主的大国战略，希望成为除了美国和苏联之外另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然而，这一决策代表着可能发生战争，因为法国将无法依靠美国空军的保护。于是，戴高乐决定让法国自己建立防空保护体系。当时，全球航空业正致力于追求高空、高速和远程飞行能力作为战机性能的关键指标。在这种主流思潮的影响下，美国陆续推出了 F-14猫和 F-15鹰战机。法国达索公司认为，法国也应该推出一款双发重型战机。如果该战机能够成功打入国际市场，将极大地提升法国的国际地位。1975年，达索公司提出了2个设计方案，分别是后来闻名遐迩的幻象2000和双发版本的幻象4000，研发经费由法国政府提供。由于这2款战机使用了大量通用零部件，因此即使其中一款研发失败，也不会对另一款产生影响。此外，如果这2款战机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认可，将形成一种高低搭配，进一步降低未来的生产成本。最初，幻象4000战机的项目名称是超级幻象三角，它是幻象2000的放大改进版，搭载了2台斯耐克马 M53P2 涡扇引擎，进气道两侧装有固定式前压翼，是一款具备中长程作战能力的双引擎战斗机。此外，幻象4000的设计并没有做太多的改动，因为它的核心理念是幻象2000的放大版，因此许多性能指标都可以用更大来形容。该发动机是涡扇发动机，最大推力为64千牛，加力推力达到95、1000牛。尽管这一数字与 F-15存在一定差距，但远远超过了单发战斗机。2台发动机的综合推力能够让幻象4000在无外挂的情况下至少达到1:0的推重比。幻象4000的机身长度仅为18.7米，在双发重型战机中算是相当小巧的，翼展仅有12米，高度为5.8米，翼面积为73平方米，空重为13.4吨，最大起飞重量为32吨。机身整体数据与 F-15相比较为相似，但稍微小了一些。5边形三角翼布局使其在高空飞行性能上表现优异，因此幻象4000的最大飞行速度达到了2马赫，实用升限为2万米，爬升率高达305米每秒，整体飞行性能非常出色。幻象4000除了进行放大之外，设计师在给它双发布局的同时，还在进气道两侧增加了固定式前压翼。与幻象2000的小型条板相比，这种压翼的存在效果更为明显，可以改善高迎角任务下的气流，并增强机动性。同时，两侧进气道还安装了半圆锥形进气道调节锥。在座舱方面，幻象4000采用了先进的气泡型座舱设计，拥有全向视野，在制空作战中相当实用。为了保障飞行员的安全，达索环为该机安装了马丁贝克10克瓦查弹射座椅。然而，在雷达方面，幻象4000原型机上并没有安装雷达，但是它的机鼻整流罩直径扩大了一些，使得它可以安装功率更大的雷达天线。该机可能采用的雷达与幻象2000一样，由汤姆逊 CECF 公司提供的 2DM 脉冲多普勒雷达，但其雷达天线直径要比幻象2000更大，可达800毫米，探测距离更远。该雷达由透锥组件、整流罩和外壳组件、控制板和连续波照器等部分组成。在武器载荷能力上，幻象4000具有12个外挂点，最大外挂能力超过了8吨，标配2门30毫米机炮，另外还能携带近距格斗弹、中距空飞弹等。飞行员还可以根据任务需要加挂侦察吊舱或副油箱，因此可以明显看出，幻象4000在对空作战和对地攻击方面都比幻象2000有了质的提升。在机身内部，幻象4000大量采用了计算机辅助设计、碳纤维复合材料以及电传操纵飞行控制系统等，特别是加入了电传飞控系统，使其在当时的同类机型中处于领先地位。此外，幻象4000还是全球首款采用复合材料
和内置油箱式垂尾的战斗机。由于巨大的垂尾内部还内置了油箱，使得幻象4000的燃油携带量是圆筒型的3倍之多。最显著的好处是使航程增加到了3700公里，再加上具备空中加油能力，使得该机的作战半径和任务灵活性都更加强大。在综合性能方面，远远超过了幻象家族的其他型号。1977年12月，幻象4000原型机完成组装，而后于1978年9月首次对外公开。1979年进行了幻象4000的首次飞行，在这次飞行中，幻象4000成功突破了1马赫的飞行速度，第二次试飞甚至超过了6马赫，这为达索公司带来了巨大的信心。随后的试飞中，幻象4000屡次刷新纪录，甚至在第6次试飞中直接达到了204马赫。这款备受期待的战机被认为，如果投入使用，其性能将不逊于 F-15和苏27。由于幻象4000在高空和低空突防方面都表现出色，法国空军甚至计划以其取代幻象40轰炸机，成为主力打击战斗机。达索公司对其前景充满信心，认为它将成为未来 F-15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然而，就在此时，幻象4000突然消失了。1979年，幻象4000急于身家巴黎航展，希望向全球展示其先进性能，并寻找潜在客户，尤其是希望法国空军大量订购。尽管表面数据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但现实却给达索公司以重击。由于冷战期间法国处于尴尬的地位，美国拥有技术和资金，而法国仅有技术，而且法国的武器一直价格不菲。到了80年代，幻象4000的售价已经达到了4000万美元以上，这使得法国空军束手无策。达索公司曾提议仿效美国空军F-15和F-16的做法，以幻象4000作为主力，搭配轻型的幻象2000，构建法国空中战力的核心。然而，由于经费有限，法国空军无法同时考虑2种战机。另外，幻象2000对法国来说已经价格不菲，要购买足够数量的幻象2000已经十分困难，更幻象4000则更是难上加难。此外，由于法国国土有限，意味着法国的武器装备不需要太大规模，并且法国空军还需要留出一部分经费用于研发下一代战机。最终，法国空军只得痛心放弃了购买幻象4000的计划，甚至原本可能获得的订单也被幻象2000代替了。在国内遭遇挫折后，达索公司只好将目光转向国际市场，试图向那些有钱但没有战机技术的国家销售。1979年6月，幻象4000被送往巴黎航展，幻象4000的亮相立即吸引了大量关注，但听到价格后，潜在客户纷纷掉头离去。第一个表现出兴趣的客户是伊拉克，他们希望用幻象4000对抗伊朗购买的美国 F-14熊猫战机。随后，伊拉克派出代表团前往法国，与达索公司和法国政府就购买事宜进行谈判。然而，在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伊拉克再也没有资金支持这项采购计划，世界也因此错失了见证美国和法国主力战机的机会。另一方面，沙特也考虑购买幻象4000，但在经过仔细对比和美国的大力推荐后，沙特最终选择了 F-15战机，使幻象4000失去了被购买的机会。在法国国内，幻象4000的未来似乎陷入了困境，但在国际市场上，这款战机却仍然吸引着一些国家的关注。尽管价格昂贵，但其先进的性能和潜力仍然吸引着一些有野心的国家。虽然伊拉克和沙特未能最终购买幻象4000，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国家对这款战机感兴趣。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特别是那些希望建立强大空军的国家，开始关注幻象4000。他们希望通过引进先进的战机来提升国防实力，维护国家安全。幻象4000的性能和多功能性使其成为了一些国家理想的选择之一。在此期间，达索公司积极与各国进行接触和谈判，试图寻找新的购买机会。他们派遣代表团参加各种国际航展和军事展览，展示幻象4000的优势和性能。同时，他们也与各国政府和军方进行交流，探讨合作和订购事宜。其中，一些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对幻象4000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国家面临着地区内部和外部安全威胁，急需先进的战机来应对挑战。幻象4000的多功能性和高性能使其成为了这些国家的潜在选择。此外，一些非洲国家也在考虑引进幻象4000，以提升自己的国防实力和应对地区内部冲突。
随着对幻象4000的需求增加，达索公司开始调整生产和销售策略，以满足不同国家的需求。他们加大了对国际市场的投入，提高了与客户的沟通和合作频率，积极寻求合作伙伴，共同推动幻象4000的销售和推广。同时，为了进一步提升幻象4000的竞争力，达索公司也在不断进行改进和升级。他们致力于提高战机的性能、可靠性和适应性，以满足不同国家的需求和要求。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改良，他们希望进一步提升幻象4000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在这一过程中，虽然面临着种种挑战和困难，但达索公司始终保持着乐观和进取的态度。他们相信，幻象4000作为一款先进的战机，将会在国际市场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并为法国航空工业赢得荣耀。与此同时，法国政府也在积极支持和推动幻象4000的国际销售。他们通过外交渠道和政府间合作，为幻象4000的出口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条件。同时，他们也提供各种支持和服务，帮助达索公司顺利开展国际合作和交易。总的来说，尽管幻象4000在国内市场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在国际市场上，这款战机仍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潜力。通过达索公司和法国政府的共同努力，相信幻象4000最终将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自己的价值和影响力，为法国航空工业赢得更加辉煌的未来。